眼前这个男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女生，女生拼死反抗也无济于事，而身边的人也是不为所动，所有人都见怪不怪。另外几位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女子强行给绑上摩托车，完全不顾女子撕心裂肺的呐喊，一脚油门就飞奔离去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种传统的求爱方式，这是从私奔结婚演变而来，而这种习俗经常发生。他们可以在路上肆无忌惮地抢喜欢的人，如果你不幸路过，那就要小心了，一不小心就要嫁人了。但即便是男生也有可能被抢。在越南北部的山脉深处，云雾终年不散，晨雾从山谷升起，顺着木屋的缝隙钻进屋内，带着泥土与烟火的味道，沿着陡峭的山路上行。一个被雾气笼罩的村庄隐约出现，那是赫蒙族的世界，一个古老、孤立又充满矛盾的民族。赫蒙人自称自由的人，可他们的自由却被山封锁，被传统困住。女人终生劳作，男人主宰家族，女孩被迫长大，男孩以抢婚为荣。文明的浪潮翻过了山脉，却还未触及这里的村庄。本期我们将走进越南山村，看这个民族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，也将听见那些被沉默的声音。从越南北部的出发，沿着山路蜿蜒北行，汽车几乎在雾中摸索，道路像被云吞没，只有引擎声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。这里是越南与中国的边界地带，群山绵延，沟壑纵横，海拔超过1500米的山脊上散落着一片片木屋，那就是赫蒙人的村庄。赫蒙族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民族，他们分布在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以及中国云南、贵州的边境地带，总人数超过1000万人。在中国，人们称他们为苗族；在东南亚，他们被称作蒙或赫蒙。同一个族群，却被历史的风浪推向不同的方向。与他们共享同一片山脉的是中国西南的苗族，只隔一条边界，生活却截然不同。云南的苗族村寨早已修通公路，游客成群；而在越南的山里，赫蒙族依旧靠手织麻布，靠山种粮。他们完全生活在另一种节奏里。走进赫蒙人的山村，首先看到的不是人，而是色彩。那是一种浓烈，几乎带着生命温度的颜色。女人们的衣裳由麻布织成，深蓝底色上缀满红、黄、绿的刺绣花纹，腰间系着手工编织的布带，银饰在胸口叮当作响。阳光从云缝间落下，照在她们的衣褶上，像水面反光般闪烁。这些银饰是他们的嫁妆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赫蒙族居住在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地带，房屋依山而建，木屋由原木支起，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或瓦片，墙上挂着干草、工具和农作物。赫蒙人的饮食极为简单，山地贫瘠，能种的作物有限，主食多是玉米和糯米，玉米磨成粉蒸熟后配野菜，偶尔加点腊肉，就是一年里最丰盛的一餐。猪和鸡是家中最重要的财富，只有在婚礼、节庆或祭祀时才舍得再杀。男人爱喝酒，女人也少不了。节日期间，家家都酿糯米酒，酒是他们的社交语言，没有酒，就没有喜事，也没有朋友。衣食之外，赫蒙人的手工艺也延续着古老的节奏。每逢冬季农闲，女人就坐在屋前织布、染线。他们使用亚麻，这种植物从播种到织成布要经过10多道工序。赫蒙女人的双手粗糙，却能织出极为精致的纹样。每一件衣服都带有他们的印记，图案里藏着祖先的符号，家族的图腾也寄托着祝福。人们常说，看一个赫蒙女人的衣服，就能看出她的家世与勤劳。赫蒙人不看钟表，也没有节气的概念，他们用山的节奏来安排生活。春天播种，夏天除草，秋天收获，冬天织布。农田是家庭的根，男人负责耕作，女人负责播种与收割。孩子从小就帮忙，6、7岁便能背柴、喂猪。生活的节奏缓慢，却充满秩序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
也接受这就是命运。节日是他们生活中少有的热闹时刻。每年春节或丰收季节，村子汇聚在一起庆祝，男人吹芦笙，女人围着篝火跳舞，年轻人抛绣球、唱山歌。那是贺蒙族最自由的时刻，爱情往往在这时候萌生。女孩穿上最艳丽的衣裳，男孩用歌声试探心意。可这份浪漫往往转瞬即逝，因为节日过后，一切又归于现实。贺蒙人的生活既原始又复杂，原始在他们的方式，靠山吃山，劳作自足；复杂在他们的观念，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下，女人既是家庭的支柱，又是社会的附属。在贺蒙族的世界里，婚姻并不总是浪漫的故事，它更像是一场仪式化的掠夺，一种夹杂着传统、荣耀与无奈的文化遗产。每逢春节或丰收节，山谷里的空气格外热闹，年轻人穿上节日的衣裳，聚集在集市上唱歌、吹芦笙、抛绣球。对外人来说，那是一场欢庆；对贺蒙族的青年男女而言，那是挑选未来的时刻。在古老的传统中，贺蒙男人如果看中了某个女孩，可以在节日期间抢走她，这就是抢婚的起源。最初，这种行为带有象征意义，男方在朋友帮助下假装绑走女孩，带回家中暂住，随后再派人到女方家正式提亲。这是一种勇气与爱的表达，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默契游戏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象征性的仪式逐渐变成了真实的强制行为。许多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走，哭喊、挣扎，甚至逃跑，都无济于事。男方家人会立即举行祭祖仪式，杀鸡备酒，以示成婚既定。按照传统，只要仪式完成，女孩的家人若反悔，就被视为违背祖灵。于是，家族的面子、村落的舆论成了女孩最大的枷锁。抢婚在贺蒙族中并不被视为犯罪，而是一种成年仪式。对男人来说，它意味着证明男子气概；对家族来说，它象征着血脉延续与社会认同。村里的老人甚至会说，抢到媳妇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。这种观念根深蒂固，几乎无人质疑。婚礼的过程充满矛盾，被抢走的女孩会被暂时关在男方家里，期间不许与外人见面。3天后，男方家人带着酒、猪肉和礼物去女方家谢礼。只要女方家收下礼物，就意味着默认这桩婚姻。拒绝不仅会被视为不吉，还会被整个村落孤立。对贫困家庭而言，这样的联姻有时还能换取几头猪、一些粮食和酒。于是，沉默成了许多母亲的选择。抢婚并非个例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惯例。女孩们早已学会如何逃避，有的在节日期间避开集市，有的假装生病不出门。可即便如此，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地避开。那些被抢走的女孩，往往在短短几天内失去自由，从少女变成妻子，再成为母亲。她们的人生被压缩成了3个角色，却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名字。贺蒙族的抢婚习俗源自封闭的地理与社会结构，山高路远，外界法律难以介入，村落的秩序由传统主导，长老与家族的权威超过国家的法律，祖灵的力量比任何规章都更具约束力。正是这种无形的权力，让抢婚得以延续。在现代社会看来，这种习俗已与文明格格不入，但在贺蒙族村落里，它依然被认为天经地义。男人以此证明勇敢，女人以此承担命运。狄14岁那年，山里的雾比往年更浓。那天是村里的春节，也是年轻人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。山坡上搭起木棚，芦笙声此起彼伏，女人们围着火堆煮酒，男人在一旁喝得满脸通红。女孩们穿上最艳丽的衣裳，头上插着银针花，腰间缀满铃铛，每走一步都叮当作响。狄也穿上了母亲亲手织的裙子，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穿上完整的节日服饰。他和同伴笑着跑向集市，却没有想到那天将成为他命运的分界线。午后，他被几个年轻男人围住，其中一个名叫阿昭，是邻村的男孩。阿昭比他大4岁，
平日里话不多，却在那天露出了决绝的眼神。他们在集市上纠缠片刻，狄被拉上山路，哭喊声很快被芦声和酒声淹没。几名男子一路护送，直到夜幕降临，狄被带进了阿昭的家。在贺蒙族的习俗里，这一刻意味着婚事已成，男方家会立刻点燃火堆，杀鸡祭祖，以告慰先灵。女人们在厨房忙碌，男人围着火堆喝酒。狄被锁在角落的小屋里，屋外的热闹和屋内的恐惧隔着一层薄薄的幕墙，却仿佛隔着两个世界。第二天，阿昭的母亲端来一碗米饭，狄低着头，眼泪掉进饭碗里。他知道，如果不吃，就会被视为冲撞祖灵，而一旦吃下去，他的人生就不再属于自己。3天后，阿昭的家人带着2壶酒、3斤腊肉和一些银饰去狄家谢礼。狄的父亲沉默不语，母亲红着眼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他们知道，拒绝意味着与整个村子为敌。几头猪和一袋糯米，在这个贫穷的山村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尊严。于是，狄的婚事就这样被默认了。婚礼没有歌声，没有仪式，也没有笑。村里人习惯地接受这一切。女人们在小声议论，却从不反抗，因为每个女人都曾是那样的新娘，她们的命运早已被传统写好。婚后，狄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，她依旧起早下地，背柴、喂猪、纺线，只是多了一个要照顾的男人。阿昭很少说话，也不算凶恶，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属于他。夜晚，火堆燃烧，烟雾弥漫在屋中，狄坐在角落，听着孩子的哭声从别家传来，那是他未来的声音，也是他逃不掉的命。贺蒙族的长老们仍然认为抢婚是传统，而年轻一代的女孩却开始害怕节日。她们学会逃避，学会隐藏，甚至有人在节日前离家出走。那些逃离的女孩，有的去了城市打工，有的被送进学校，但也有人最终被家人接回，再次被迫成婚。今天是越南的春节，在贺蒙族的村落里，孩子们跟年轻人都会走出家门玩耍，他们欢快地相聚在一起聊天闲逛，其中年轻貌美的女子也不少，这也是单身男子下手的好机会。他们会先尝试接触女子，跟他们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例如带他们去吃好吃的，或者以后会对他们怎么好。可以看出这位女子不是很喜欢这些甜言蜜语，男子看女孩还是不接受，男子开始想来硬的，女子奋力挣脱，脱离男子的手，但男子还是不依不饶，对女子动手动脚。女子找准时机顺利逃脱，对于其他女子来说，她还算是幸运的了。在这片雾气缭绕的山谷里，狄的故事并不孤单，其他女生的故事也还在继续，她的命运只是千万个贺蒙族女孩的缩影。在贺蒙族的山村，女人的命运从被抢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，她们的人生不再属于自己，而属于丈夫，属于火堆，属于那个需要被延续的家族。清晨，天还未亮，女人们已经背着竹篓走向山林，寒雾裹着她们的身体，脚下的泥路湿滑，有人肩上挂着柴火，有人背着孩子，步伐稳而沉重。男人们这时才起身，在火堆旁卷烟喝茶，外人看了可能不忍心，可在这里，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画面。在贺蒙族的家庭里，劳动几乎完全由女人承担，她们负责种地、喂猪、砍柴、做饭、照顾老人和孩子。这样的生活让许多女人失去了自我，她们不敢抱怨，也不敢反抗。狄婚后几年生了2个孩子，脸上褪去了少女的光泽，她的手上布满裂痕，腰也渐渐佝偻。每逢节日，她仍要准备酒菜，打扫火堆。男人在外喝酒，她在屋内喂孩子。火光照在她的侧脸上，像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安静、疲惫，无法挣脱。女人在生育上承担的责任极重，生男孩是荣耀，生女孩则被视为无用。有的女人连生3、4个女儿，婆家便开始冷淡，有人被赶回娘家，有人被迫再嫁。她们的身体不仅是生育的工具，更是家族繁衍的债务。然而，在这片沉重的传统中，也有些微光闪现。近年来，
随着外界援助与纪录片的传播，部分年轻人开始质疑这些旧习。少数女孩进入学校，开始读书，学习越南语，甚至梦想去城市工作。她们知道自己被困，但也在慢慢寻找出口。迪的妹妹就是其中之一，她拒绝参加节日，也不去集市。母亲劝她总要嫁人，她摇头说：“我不要被抢走。”她的话让母亲沉默许久，最后只是叹气：“也许你能有不一样的命。”这种改变微弱，却是希望的起点。赫蒙族的女人开始意识到，她们可以选择，哪怕道路漫长，哪怕前方仍是迷雾，她们也在尝试走出那座被火光照亮的牢笼。尽管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命运依旧没有出口，她们的世界仍在火堆的光影中循环往复。只隔着一条山脊，生活却像跨越了半个世纪。在越南北部的赫蒙村，女人赤脚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背上是柴火和孩子；而在中国云南西南部的苗寨，女人穿着相似的刺绣长裙，却站在铺满石板的街巷里，手里拿着的是智能手机。两个民族，同一血脉，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赫蒙族与苗族同源，他们的语言几乎相通，服饰花纹也极为相似。几百年前，他们从中国迁徙到中南半岛，将文化与信仰一并带走。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动，边境的线条画出了命运的分野。在中国境内，苗族村落早已通了公路、学校、手机信号，旅游业让村庄与外界紧密相连。许多苗族女人成了民宿老板、手工艺人，她们用刺绣换取收入，也换来了选择生活的权利。而在边界另一侧的赫蒙山村，女人仍然依赖山与土地，靠劳作与忍耐维系家庭。在中国云南的西江苗寨，节日期间，女人们会穿上盛装迎客，银饰叮当作响，游客争相拍照。那些银饰原本象征婚嫁，如今却成了经济的象征。而在越南老挝的赫蒙村，银饰依然是新娘最重要的嫁妆。她们在婚礼当天戴满银环、银链，却在婚后脱下，藏进木箱，因为那是她们仅有的私有财产。在云南，年轻女孩可以上学、做生意、出国打工。在合江的山谷里，女孩14岁就可能被抢婚。有人曾把这两个村落的照片并列展示，一边是城市化的夜景灯光，一边是火堆下的黑影。那种反差比语言更刺痛人心。赫蒙女人的命运像被山压着，而中国苗族女人则逐渐走上了平坦的路。她们学会了拍短视频、开店、讲故事，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在山那边的赫蒙村，女人依然在黎明前起身，为家人做饭，为土地流汗。她们的歌声仍在山谷回荡，却不再有人听。这种差距不仅是经济的，更是精神的。中国境内的苗族妇女开始学习如何表达自我，甚至用手机拍摄纪录片，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而赫蒙族的女孩却仍害怕镜头，她们知道镜头能带来光亮，但那光照到的是她们不敢直视的现实。不过，变化的种子已经在悄然生长。随着边境贸易与外来援助，部分赫蒙村也开始通电，修起简易公路。年轻人去城市打工，带回了手机、照片，故事也带回了疑问：为什么我们要活得不一样？这种疑问正在悄悄撕开旧世界的裂缝。过去几十年，世界外面的光亮从未照进这些山谷，村民与自然共生，与祖灵为伴。可如今，一根根电线终于穿过山林，一座座手机信号塔矗立在山头。电灯的光第一次取代火堆的火光，照亮的不只是房间，还有那些被束缚了几代人的命运。随着纪录片《迷雾中的孩子》播出，赫蒙族的抢婚习俗被全世界关注。外界的批评、舆论的争论、政府的介入，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祖先留下的规矩未必都是对的。村里的年轻人开始讨论自由恋爱这个词，甚至有人尝试公开拒绝抢婚。女孩不再在节日避开集市，而是选择直面那些传统的压力。在越南北部，
部分荷蒙村成立了妇女协会，鼓励女孩上学，学习越南语。教育带来的改变是缓慢的，却像春天的水渗进干裂的土地，不喧嚣，却改变一切。有些村庄的男人也开始反思，年轻一代在城市打工，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开始意识到女人并不是生孩子的机器。他们回到山里，会和妻子一起干活，会让女儿读书。这些微小的转变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但觉醒也伴随着撕裂。老人们仍然坚持，这是祖宗留下的礼法，不能改。他们害怕改变会激怒祖灵，改变的脚步仍然艰难。越南与老挝的山地交通落后，教育资源稀缺，许多女孩依旧在10几岁时被迫辍学。婚姻制度虽然受到外界干预，但抢婚仍以节日传统的名义继续存在，只是方式更隐蔽了。纪录片的镜头离开后，山里的生活依旧重复，火堆重新燃起，雾气依旧笼罩山腰。不同的是，一些孩子开始对着相机笑，一些女人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有人说，荷蒙族的传统会随着现代化慢慢消失，也有人说，传统只是换了形态继续存在。也许事实是两者兼而有之，古老的习俗会褪色，但山里的精神仍在延续。那是一种对土地的依恋，对自由的渴望。只是这一次，渴望自由的不只是男人，还有女人。如今，山的那一边，手机屏幕里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而山的这一边，火堆仍旧在燃烧。两个世界在缓慢靠近，雾气中也开始透出光。也许有一天，荷蒙族的女孩可以不再害怕节日的到来，可以在芦笙声中自由地笑。那时，她们的故事不再是被抢走的新娘，而是自己选择的女人。